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初代，今天是第3期了，也是最终期。上2期呢，咱们攻略完了初始的上手的关卡，还有8个 BOSS， 并且呢，打开了西格玛的城堡。但是西格玛城堡呢，咱们不着急去，先来这里拿一个最后的收集品。这个收集品呢，需要来这里5次，并且呢，你之前需要把所有的收集品都拿齐，才能拿到这个最终的收集品。虽然拿的方式比较复杂，但是绝对值得。上一期拿到了变色龙刺，这个刺的蓄力攻击呢是隐身，可以无敌，所以说最适合用来赶路了。而且呢，这关可以开3次车，这都是我比较擅长的呀。所以说拿这个隐藏呢问题还不大。既然是需要第5次来，那前4次呢给大家都省略了。刚才好像还拿到了一个奖命，我这消耗的能量也补满了。屏幕居然开始拖慢了，这里的活动的敌人太多了。好，在这起跳，就在这儿了。之前4次来呢，这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给你拿的。这里打开了，莱利博士呢穿着龙的衣服。咱们拿到之后呢，就可以使用波动拳了。这个波动拳的使用方式呢，不是平 A， 需要你搓招的。大家回忆一下波动拳的出招方式啊，下前拳啊，才能发出这个波动拳。这个波动拳呢是神器，可以秒绝大多数的 BOSS， 注意是秒杀。有了它之后呢，咱们就来到了西格玛的城堡，开始攻略最终的这几关了。西格玛的城堡第1关仍然会遇到之前遇到的那个小 BOSS 巴法。那打他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剧情杀，所以说初始呢，你可以多消耗一点血量，因为咱们上手关卡打他的时候呢，血量只是现在的1半。那现在咱们如果满血去见他，让他把咱们血量打少的话，需要的时间很长。所以说在赶路的途中，咱们就可以消耗血量了。往上撞吧。这里的剧情呢也有名场面。好，大概撞了1半左右的血。我是有身体护甲的，所以说受到的伤害呢没有以前高了。撞血的效率也大不如前啊。这个地方2个门有点特别，需要跳上去。你能够听到 Zero 和巴法在那边打仗的声音，但是 Zero 中计了，被抓起来了。咱们同样啊，上去撞血吧，然后引发剧情。哎，他的闪电球竟然没瞄准啊，还带我去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蹲错地方了，没按剧本来，让他给我抓过去了。Zero 呢，挣脱了束缚，然后自爆了。自爆之后，你从他的贴图可以看到，他只剩上半身了。这让 X 呢暴走，把血量回满。然后呢，就可以使用波动拳了。使用波动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，就是满血。血不满的话用不出来。好的，一发入魂啊，带走了。据说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设定，如果之前咱们没有拿到手部装甲的话，这里的 Zero 会把他的手部装甲给咱们。但是我为了拿波动拳啊，已经把之前所有东西都收集了，所以说这个场景呢没能给大家展现。继续隐身往前冲吧。路上和他们纠缠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。这是再续一个。
咱们会遇到几个常规的 BOSS。这里弹向墙壁的另一侧需要用到冲刺跳，2个键一起按就好了。就是这只甲虫，一发带走，这真是太爽了。现在咱们还不会升龙拳啊。接着隐身。隐身往前赶路能赶很远，这是本关的关底 BOSS 了，是一只蜘蛛。这个蜘蛛呢也可以秒，但是比较麻烦。它在地面的时候才会把它的弱点露出来，你只有这一瞬间才能把它秒掉。而且呢，它之前在墙壁上摆那些绿色的棍子，它遇到一个棍子节点就会改变它的路线，所以说你看这个棍子的时候就预测一下它会落在哪里，然后呢再去秒它。第一呢需要判断它的落点，第二呢需要掌握时机，所以说这个 BOSS 秒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。这里就是城堡的第2关了，这里大家注意，进入城堡之后，即使你上一关使用了很多的能量，本关也是不慢，这和元祖系列是不大一样的。又是这只冻企鹅，波动拳是打不了这个砖块的，这种冰砖块呢可以把你的波动拳打掉，所以说开场需要躲一波。企鹅表示你太坏了，竟然用波动拳打我呀！开机甲。开机甲也是赶路啊，多冲刺吧。这个机甲的血量还是很厚的。梯子呢，机甲就上不来了。这里续一个无敌。看这个场景就知道了，要打那只暴风鹰。这个暴风鹰其实好秒，但是要注意，因为咱们使用波动拳的时候，它会利用风把咱们向后吹。如果它处于屏幕的边缘之外，那咱们的波动拳呢是打不到它的。所以开场呢，咱们需要往前赶一赶，这样就比较好秒了。所以说波动拳看起来能秒 BOSS， 但是实际上呢限制也比较多。首先呢需要掌握时机。第二呢，你需要满血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一罐就有它的作用了。如果咱们掉血了，就吃一罐。好，这里这个 BOSS 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在叉的5代见过。这里大家注意打它的方式，掉血了吃一罐。如果这里咱们躲的话，这个眼睛很可能不下来，那咱们就秒不了它了。这里使用变色龙的针来刺它。注意下方是有尖刺的，这个尖刺秒杀。但是呢，使用变色龙的刺4发能够带走它。5代的那个 BOSS 应该是它的加强版吧，这个混乱壁画。城堡呢也是4关，让咱们开始攻略城堡的第3关。第3关同样也能见到很多的小 BOSS。那本作呢就把 BOSS Rush 环节呢拆分了很多的阶段，中间呢你甚至可以打一打小兵啊，捡一捡补给之类的。这点还是比较好的。他滚了过来，然后呢瞄了一发他的屁股，结果这货反应很快啊，转过来了。来个隐身，这是变色龙，变色龙仍然呢，咱们切它，
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注意你的体位、节奏、角度、时机都要掌握得很好。这样几下就可以射爆它。继续赶路啊！之前咱们好像已经打过4只了吧？这关应该打的不多，也给了血量的补给。我肯定要求自己满血。这是那只电山魈，上来一记冲拳。他可能呢有格斗游戏的基础，想和我拉近距离，但是啊，你跳起来多好啊！毕竟我不会升龙拳啊，我只会个波动拳而已。水下这里要打那只发射章鱼了。章鱼的话呢，直接就秒它吧。但是它初始呢，肯定要跳起来扔它的跟踪导弹，所以咱们先把它的导弹炸掉，然后再秒，这样就不用切它的这些万族了。好的，接着赶路。上面有一些补给啊，但是都是尖刺，咱们要开着隐身来吃。火焰象不长胡子不厉害呀。那 BOSS rush 的环节应该是完事儿了，后面咱们要打本关的关底 BOSS。这个 BOSS 是一只很大的机器，大家注意，我摸索出这个打法。它普通的形态下来的时候呢，上半身是和下半身重合的。重合的话，咱们没有落脚点，使用波动拳呢打不到它。所以说开场呢，咱们往墙壁上跳，先给它一下，勾引它一次，让它和下半身的落点出现一个偏差，咱们站在这个空档上，然后秒它就可以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咱们出波动拳的时机一定要比它落下来的时机要早，否则呢，它就把咱们震起来了。这里呢就是最终 BOSS 了，最终 BOSS 要打3个阶段。这就是异常者猎人的首领西格玛，还带着他的狗。这个狗有点像弗鲁迪那只，配色是一样的。好的，秒他。开场他会扑一下墙，这样不用管他。西格玛呢亲自出场，拿着一把光剑，咱们这是玩星战吗？你走错片场了呀，也被秒了。秒了之后3阶段，3阶段呢他会开着一个机器，这个机器看起来非常像阿努比斯，弱点就是头部。需要用旋转盾牌那招来打它。注意这个手会发电，发电的时候呢，咱们往左边攀墙，或者往右边跳出个空档，它就电不到了。因为脚下的平台呢，咱们也是可以踩它的边缘的，所以说该跳就跳啊。这个手还会扑人，一个盾牌是2滴血，好的干掉，这样通关了。通关之后一点剧情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通关的场景，作为系列的初代呢，可以看出来它和元祖相比，操作性上有了很大的改观，并且呢，很多设定也非常友好。你比如说在城堡里，每关之后呢，你的能量是补满的。最后这个隐藏的波动拳，给玩家也带来了很多的新奇感。毕竟在洛克人里使用波动拳啊，不是很常见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一部作品再见。